这里露营了，否则等一下那个天变了，等一下暴风雪我们下不了山了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天变天了。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有一个队友的4根脚趾被裁掉了。假如当时我们有一些挖雪的工具，我们不会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。从生死边缘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在工厂里面开始研发这个铲子。我就把铲子的边上磨了一个刀刃，它就有刀的功能。菜刀只可以切菜，这个在户外比较适用。我觉得在户外的话，这个已经是完美了，我觉得。但是在户外还有一些功能不完善。首先，它由于是螺旋式的一些连接方式，砍的过程它就始终会松掉，这个是我最头痛的问题。那么在这上面我就花了很大的精力。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些设计和改进，然后想到了一种不通过螺旋的一些连接的方式。我们经常出去，包括自驾呀，有时候在户外钓鱼、烧烤，需要用一些小刀、一些其他的基本的功能。这就是我的第3代产品。但是当时我们生产出来的1代、2代，包括3代都不能满足户外的一些强度的要求。因此，它这个可能如果是在户外，我们遇到挖石头啊，可能还是它那个硬度达不到。2011年的时候，我破产了，那个时候被骗了700多万，没有资金运作，我就想到了卖房子。老板。看房子了？哎呀，等一下嘛！搞啥子嘛搞人？一天咱们就拿了自己是搞啥么搞人事？房子都没了还搞那么搞人事，真的是搞啥么东西？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嘛，终于有一个家，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但是你要把它卖掉，肯定心里面是肯定不好受的。说实在，那就真的很心酸。当时包括孩子，因为他孩子毕竟这么大，也跟着我们漂泊这么多年嘛，是这样的。想到一个男人做到这种，真的是无法想象。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。最后我们采用了很多种材料，拜访了很多专家教授，现在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一些方式。我的第4代产品终于完成了。男人做到这种，真的是无法想象。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。最后我们采用了很多种材料，拜访了很多专家教授，现在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一些方式。我的第4代产品终于完成了。我找了很多驴友去测试。害怕？不害怕。不害怕。很平稳，比他们的稳多了。哎，目前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。
我可以不糊哈。高空作业车，它是要来回旋转的，来回走动的。工作那个平台如果是过于颤抖的话，操作人员可能要达到恐惧。我的名字叫金龙旭，我的家乡在东北吉林，我现在在青岛发展，在这里主要生产和研发高空作业车和云梯车。高空作业车是针对高空作业的一些活儿，装空调、装广告牌、电力、绿化，就这些都可以用它。高空作业车原先就有，无非咱们就是研发了针对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蓝牌车，解决了进不了市里干不了活的这个情况，高度也能达到21米的高度，它的操控要特别好。那么咱们这车呢就可以属于联动性的，左右旋转同时升降，它的柔和度就像开车一样，我眼睛到哪里，我的设备就能到哪里，又安全又有效益，又节省了人工。我们这种高空作业车牵扯到安全性的问题，所以说我经常鼓励我们的员工要有一种凝聚力、团队精神，才能生产出这种高端的一些产品。这个云梯车呀，主要是对这个高空的这个搬料，然后运沙子、水泥、搬家。电梯不让用的，没有电梯的，即便是他们要想走电梯，可能需要拐角。这个有这个云梯车呢，直接就可以达到这个窗台，直接往上上料，就比较方便。这就是我们的云梯车 TB 部分。这个台质啊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咱一般都采用这个进口的台质，因为它的强度和韧性都要达到这个标准。像云梯车呢，它的核心的技术在 TB， 它的承重和硬度非常重要的。TB 的这个强度过硬的话，没等到作业的窗口，车就会侧翻；过软的话，承受不了这个重量。要找住那个点是很难很难的。经过我们的不断的研发和改进，从原有的1.2米的那个高度，现在已经变成40公分、50公分高，那最高的都要达到64米，20几层楼高，搬沙子、水泥啊，就可以轻松的就搬上去了。原先呢都是用手动这个操作，现在是每台车都配备了一个电脑，全是智能式的。一键的这个活斗从底部一直到顶，从我们装上料，摁一键之后，非常随和的启动、加速，在接近1米左右的时候会减速，一直到停，这是一键完成的，使用起来是得心应手。我们这些客户呢，会有很多家装饰装修公司跟你联系，你在我这里订完了之后，让他做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，告知周边你有这种车拿回去直接就可以干活了，非常成熟的一些经验会教给他们。这一台云梯车，它的收费的标准啊，掌握在收取人工费的1半的费用，又省钱又省事又省时间，所以说它的前景是非常好。其次呢，我们公司现在又跟那个金融公司合作了之后，可以分期，整个一夏天大部分都能回本，它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。作为一个企业，想要做出一款高端的这种产品啊，我们不要求数量，我们要求的是质量，始终保持站在客户的角度，方方面面考虑它的安全性。凡是购买我们产品，都要在我们这里要接受培训的。我们看了认为可以了的时候，他才能可以走，要不在那之前我们是不放车的。对于公司将来以后的展望，就是中国国内这块市场肯定有我们公司的一席之地。我们不要求量，我们要求的是质量。